你就是这个1011事件中160万爆仓者之一是吧？哦，你也知道160。最近刷到徐师傅一个视频，讲厦大一个学生辍学，沉迷炒币，沉迷杠杆交易，把一手好牌呢打得稀烂的故事啊。那么除了故事的这个趣味性之外呢，我还看到了一个绝对是导致绝大多数人啊，即便是非常聪明的人，在交易上失败的根本原因。我想问一下屏幕前的你，你有没有过这种崩溃的经历啊？就是你好不容易打算啊，严格按计划交易，不靠感觉，但是很不幸啊，止损了。结果呢，你刚止损完，它就微上去了，就是完全按照你之前预测的方向走了，就差你那一单啊。还有更气人的是，就是比如说你上一周啊，脑子一热啊，明明没有信号啊，你冲进去重仓搞了一把啊，结果呢却赚了啊，大赚啊，赚得稀里哗啦的，简直就是没有道理啊。你规规矩矩做个好学生啊，市场反手就给了你耳光，让你亏钱。你瞎的去瞎搞呢，市场反而给你发个大红包啊。那么如果你也有过这种比较混沌的感觉啊，那么说明你已经摸到了交易里最深的、最反人性的那个秘密啊，反馈悖论。这也是为什么90%的聪明人最后都会在这个市场里被自己搞死啊。即便是他在其他的领域可能是非常出色的佼佼者啊，但是在交易里不行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在我们生活的其他所有地方、所有领域啊，反馈都是及时的，是对等的。比如你健身，你这周多蹲了10公斤，你下周大腿就会更粗啊。你打这个游戏呢，你花时间练枪啊，你准度就会提高。包括学编程啊，你花时间就会有更好的结果啊。那么在这些领域中，你的反馈都是线性的，你努力就得到好的结果，你偷懒就得到坏的结果，很线性。但交易不是，它把这个规矩给破坏了。它可能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好的过程不等于好的结果的领域啊，而这正是90%的人注定要被淘汰的真正秘密。交易市场是最契合心理学上的斯金纳箱。斯金纳箱是一个心理学上特别有意思的实验啊。那么简单来说就是，科学家把一只小白鼠啊，或者说鸽子啊，小白鸽啊，放进一个箱子里啊，然后里面有个按钮啊，如果小白鼠它每按一下按钮就会掉出食物啊，这是固定的奖励啊。你猜它会怎么做啊？它就会按啊，但是吃饱了它就去睡觉了，它还是很聪明的，知道这个按需索取啊。但如果科学家把程序改成小白鼠按一下按钮啊，有时候会掉出食物，有时候呢什么都没有啊，有时候呢可能还会有电击的惩罚啊，一切都是很随机的啊。面对这种随机的混沌的情况，小白鼠会怎么做啊？那么这些小白鼠它就疯了啊，它会着了魔一样，不停的疯狂的去按那个按钮啊，不睡觉不休息啊，就是彻底的上瘾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让它上瘾的根本不是食物本身，而是那个万一下一次就有了呢的这种强烈的期待感啊。这就是心理学上最让人上瘾的机制，叫随机强化。所有的赌博玩的就是这个概念。好，现在我们回头再看一下交易市场，它不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斯金纳箱吗？它就是个非常混蛋的裁判啊！你做对的事情，他不一定会给你分啊，可能还要扣你的分。你犯错了，他不一定惩罚你，他甚至可能还会给你奖励啊，比如说奖励一个最佳球员之类的啊。那么这就是随机强化啊，就是完全不按照套路的给你奖励啊。那么赌博为什么让人上瘾啊？还有这种打游戏为什么上瘾？包括很多人这个刷抖音为什么根本停不下来啊？就是因为它啊，这种在得到和得不到的这种随机摇摆的感觉啊，是最让人上头的。很多那个散户呢，他其实就像是这个斯金纳箱里面的这个小白鼠啊。那个交易市场呢，就是那个随机给你食物或者给你电击的那个按钮啊。他在无情的训练你啊，让你上瘾，让你相信感觉，最后把你从一个这个理性的交易者变成了一个赌徒。所以你必须记住一个最要命的观点，就是对于一个交易者，尤其是新手，最致命的毒药是什么？不是亏损啊，亏损只是让我们痛苦，而最致命的是那笔你瞎猫碰上死耗子赚来的钱啊，是那笔你不应该赚到的钱啊。你那次重仓不止损侥幸赚来的钱，是这个市场上最昂贵的学费，因为它在你的脑子里烙下了一个极其强大的错误印记，就是
哦，原来这样也行啊，原来我的盘感，我的感觉其实比这个交易计划更准确啊，原来我根本不用计划什么交易策略啊，什么交易方法，我只需要凭我的感觉就能带来盈利啊。那么市场就是用这一笔小小的盈利，彻底的收买了你的纪律。当然我们这里是拟人的一种说法啊，而你呢，早晚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啊，就是用一次爆仓来为这个侥幸啊，为这个坏习惯去支付10倍、100倍的代价。那怎么办？我们普通人怎么去对抗这个混蛋的交易裁判啊？答案就是你必须停止向市场要答案啊，停止向市场要反馈。你不能指望那个思维混乱的这个裁判来告诉你对错，你必须在自己心里建立一套自己的积分板。比如从今天起，你的输赢不再是这笔交易的方向，我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，这笔交易我是盈利了多少点还是亏损了多少点啊，都不是这些，而是我今天是不是100%的执行了我的计划。我这里其实建议大家可以搞一个这种执行清单啊，就是每天收盘的时候你就对着清单打勾。比如说第一点，我今天冲动开仓了吗？第二，我严格止损了吗？第三，我今天因为害怕提前跑了吗？第四，我真的严格按照交易计划、交易策略执行了吗？如果你的答案全是对的、好的、理性的啊，那么即使你今天亏了1000，你也必须在日历上给自己画一个大大的这个胜利的对勾啊。那么这一清单中如果有任何一个是坏的执行，那么即使你今天赚了大钱，你也是一个你自己定义的失败者啊，你必须给自己比如说画一个大大的叉啊，并且适度的惩罚自己啊。我见过有用这个橡皮筋啊弹自己手腕的啊。对了，我还记得有一个交易员他是这样的啊，他是只要是正确的执行了他的计划，那么即便是亏钱了，他也会在一个存钱罐里放一笔钱啊，比如说放100块啊，每一次只要是正确的执行，他都放100啊。那么正确的行为在累加，他存钱罐里的钱也会累加啊。累加到一定金额时，他就全部的取出来啊，然后给自己买一个纯粹的，就是为了愉悦自己的一个东西。好，那么大家看啊，这种不管是体罚自己，还是说用金钱、用物质去奖励自己，他们都是在做什么呢？他们是放弃了向市场要反馈，而是自己建立了一套正向的或者包含负向的一种反馈机制啊。因为你自己建立的这套规则，它是可控的，而一个专业的交易者就是在追求完美执行这个可控的过程啊，通过自己的这种正向的反馈机制去纠正之前的那种赌徒式的行为。好，最后呢，我还是想泼点冷水啊，就是其实我们都清楚啊，道理呢我们都懂啊，但是呢，就是管不住这只手啊。你说人性中的这种贪婪和恐惧，它本来就是刻在 DNA 里面的，你想改变哪有那么容易啊？我是在这个交易的最开始呢就意识到了，所以我是转向了自动交易啊。那么当时呢，我是想尽可能的剥离人性啊，就是只保留系统。不过这也无法完全做到啊，但是它也不是我今天要说的重点啊，并且它只是我个人的方式啊，它不是适合所有人。对于其他很多人来说，我必须说句实话，就是如果你觉察到自己啊天生就有很强的赌性啊，比如说徐师傅视频中的这位厦大的学生啊，他就是很享受那种随机奖励的快感啊，就是管不住那只手啊。那么针对于这种情况，其实我最真诚的建议就是干脆就不要做这个市场了，因为交易嘛，它本身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反人性的一种巅峰的存在了。而在你身边，它有无数的其他的领域啊，你的工作也好，你的爱好也好，那些都是很容易得到正反馈的事情啊。你在那些地方很容易找到成就感，也活得更快乐啊。就像是那位厦大的学生一样，送外卖啊，跑美团，黄袍加身，最起码他的精神是自在的。